宿舍被封，暗流涌动。深夜的江城大学，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陆川站在宿舍楼下，看着5栋3楼那扇贴着封条的门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。封条是新的，白纸黑字盖着保卫处的红章，门锁也换了，锃亮的同心锁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他掏出手机，屏幕亮着，韩东的未接来电有13个，陈子昂的8个，赵一帆的没打，但发了条消息：我回冀省了，出事了。陆川把手机揣回兜里，转身往校外走，步子不快不慢，像是散步，但那双眼睛在暗处扫过每一辆停在路边的车，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。有人在盯着他，这种感觉很微妙，像是后脖梗有一根细针轻轻抵着，不疼，但让人清醒。前世他在商海里抛了半辈子，这种被盯上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。他拐进一条小巷，背靠着冰凉的砖墙，闭眼3秒，脑子里把最近所有事过了一遍。商会那边，方志远被突击审查；公司那边，检查组堵了门；学校这边，宿舍被封，罗素和熊岭被安保联合会带走。赵一帆刚回冀省，赵家几个核心项目就被卡了脖子。所有事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。陆川睁开眼，目光沉下来。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下棋。一张大网，想把他闷死在江城。他掏出手机，拨了个号码，响了2声，那头接了，声音压得很低：老陆，你总算接电话了。我和陈总被赶出来了，行李全扔走廊上了，保安还贴了封条。慢慢说。陆川的声音很平，听不出情绪。韩东在那头喘了口气，把事说了一遍。学生会会长李想带的头，后勤处保卫处跟着，进门就翻箱倒柜，说是接到举报，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。罗素骂了李想一句，被保卫处带走了。熊岭跟着进去，也没出来。陆川听完，沉默了2秒，去我家地库等我。挂了电话，他站在巷子里，夜风灌进衣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月亮，又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上那串未接来电。李想，这个人他记得。前世李想是学生会会长，后来进了省青联，混得风生水起。但前世李想跟他没有任何交集。这一世李想突然跳出来咬他，背后一定有人。学生会会长说白了就是个学生头头，能让李想不顾一切冲在前面当打手的，只有他背后的人下了死命令。陆川把手机揣回兜里，迈步走出巷子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把出鞘的刀。他回到那套离学校不远的公寓时，韩东和陈子昂已经在地库等着了。2人蹲在柱子边上，行李堆了一地，像2只被雨淋湿的鸡。老陆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韩东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带几个人下来，还有3辆行李车。陆川点点头，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不到5分钟，3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从电梯里出来，二话不说，拎起行李就往楼上搬。韩东和陈子昂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。老陆，这就是你家？陈子昂站在客厅里，看着落地窗外的江景，咽了口唾沫。这得多少钱一瓶？随便做。陆川从冰箱里拿出3瓶水，扔给他们。客房有3间，床品都是新的，自己挑。韩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又弹起来，摸了摸皮面。这沙发比我爸办公室那个还软。陆川没接话，坐在对面，拧开水瓶喝了一口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韩东把事又详细说了一遍。李想带人封宿舍，罗素骂人被带走，熊岭跟着进去，手机全关机，联系不上。陆川听完，手指在瓶盖上轻轻敲了2下。一帆呢？今早回冀省了。陈子昂接话，他刚走，那帮人就来了。陆川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到赵一帆的号码，拨过去。关机。他放下手机，目光落在窗外。江城的夜景灯火通明，但在他眼里，那些光点像是一张网的节点，正在慢慢收紧。不对劲，他开口，声音很轻，
保卫处没有权利没收私人手机，强制关机，这超出了正常纠纷处理范畴。韩东一愣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有人不想让罗素和熊岭跟外界联系？陆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学生会也好，保卫处也好，都只是工具，真正动手的人在后面。陈子昂脸色变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等。陆川说了一个字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们，先看看对方下一步要干什么。韩东和陈子昂对视一眼，都没再说话。他们认识陆川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种表情，那是一种很平静的，像是在看一盘已经算清所有步数的棋的表情。陆川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车流，他的手指在玻璃上轻轻划了一下，像是画了一条线。这条线从江城大学连到商会，连到公司，连到冀省赵家，所有点都被串起来了，只差一个中心点。他闭上眼，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名字：姚昭思，鄂省商盟副会长。这个人前世他没接触过，但听过。姚昭思在商盟里以手段狠辣著称，爱华谦被踢出董事局，背后就有他的影子。但姚昭思为什么要对付他？一个大学生，一个刚起步的公司，值得一个商盟副会长亲自下场？陆川睁开眼，目光沉下来。除非姚昭思背后还有人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到通讯录，看着那个备注为周叔的号码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停了3秒，又收了回去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这张牌不能动。他转身看着韩东和陈子昂，你们先休息，明天我去学校看看。赵一帆归队，底牌出现。第二天一早，陆川刚出门，手机就响了。赵一帆的号码。老陆，我回来了。赵一帆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没睡好。你在哪？机场。陆川说，我去接你。不用，我直接去你家。赵一帆顿了顿，出事了。半小时后，赵一帆出现在陆川公寓门口。他穿着一件黑色风衣，领子竖着，脸色不太好，眼底有血丝。陆川把他让进门，倒了杯热水。怎么回事？赵一帆接过水杯，没喝，握在手里。我回冀省当天，赵家名下几个项目就被点名了。铁路运输专线审批被按住，2家私立医院并购案要求重新复核资质，3所私立学校筹建被卡，核心粮油贸易渠道也被掐了。陆川坐在对面，没说话。赵一帆抬头看他，查清楚了，背后打招呼的人是鄂省商盟副会长姚昭思。陆川点点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赵一帆愣了一下，你知道了？猜到了。陆川说，你家里什么态度？赵一帆苦笑了一下，家里让我避一避，暂时别回江城。我爸妈怕我被盯上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赵一帆沉默了几秒，把水杯放在桌上。我要是顺着家里意思避开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会怪我，504剩下的人也不会怪我，但我自己心里过不去。陆川看着他，目光微微动了一下。赵一帆继续说，我可以不用赵家的关系，但我不能装作自己没看见。陆川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，你回来，赵家那边怎么办？我爸说了，关系全部放开。赵一帆说，赵家产业压力他来顶。既然我决定了，赵家就不会让我一个人回来。陆川没接话，看着窗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转身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就一起把事办了。赵一帆站起来，你有办法？陆川没直接回答，而是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，扔给赵一帆。这是赵家现在还能调动的所有关系网，你爸亲手整理的。赵一帆接住，翻开看了一眼，又合上。老陆，这时候别逞强，你一个人接不住。陆川看着他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我说了，我找到破局方法了。赵一帆皱眉，什么方法？陆川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车流。姚昭思手伸得长，外面一堆人帮他压学校、压商会、压你们赵家。我们不一个个掰手腕。他转身，目光沉下来。你即刻飞京城，把铁路、医院、
粮油这几条线全部敲死。水卡赵家专线，让铁路那边打招呼；水卡医院并购，让卫健那边吹风。先把他们卡你们赵家脖子的手剁了。赵一帆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头：我明白。立刻订机票。他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，回头：老陆，你这边呢？陆川笑了笑：我这边有人会自己送上门来。赵一帆没再问，推门走了。陆川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掏出手机，翻到王锤的号码。他看了3秒，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2声就接了，那头声音嘈杂，像是在什么夜场里。喂，谁呀？我，陆川。那头瞬间安静了。过了2秒，王锤的声音变得正经起来：陆哥，您回江城了，有什么吩咐您随时指示。陆川靠在窗边，声音很平：我这边有点麻烦事，需要你和几个兄弟帮个忙。不过这事儿有点大，可能会得罪人。对方背景也不算弱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几个敢不敢帮。王锤在那头笑了：陆哥，您这是骂谁呢？在49城这地界，还有咱们哥几个不敢接的活。只要您一句话，天王老子来了，兄弟们也赶上去跟他掰掰手腕。陆川嘴角微微勾了一下：鄂省商盟副会长姚昭思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然后王锤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股子痞气：我操，陆哥，您差点没把我这心脏病给吓出来，我还以为是49城里哪个不能碰的老神仙呢。一个臭外地的，手伸得再长，还能伸到咱们49城来？您说吧，是直接弄他丫的，还是让我去鄂省帮您敲打他？这业务我熟得很。陆川没接话，等他说完才开口：敲打就免了，我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这件事办成了，对你们每个人都有好处。王锤那头安静了一下，然后声音变得认真：陆哥，您这话就见外了，咱兄弟谁跟谁呀？陆川说：冀省赵家这几天被人在暗中点了名，几个核心项目被卡着脖子。铁路运输专线，2家私立医院并购案，3所私立学校筹建，核心粮油贸易渠道。这4条线别人吞不下也不敢，但正好对应你们4个家里把控的资源。你们要是能把这些被卡住的口子撕开，这几个项目不管是在长辈面前长脸，还是在朋友面前吹牛逼，这分量都够了吧？王锤那头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吸气声：陆哥，您这消息准吗？准。那赵家那边？赵家会给你们分股份。王锤那头传来一阵拍桌子的声音：我操，赵哥大气，这他妈是天大好事啊！陆哥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兄弟们身上，谁敢卡赵家项目，老子去把他办公桌掀了。陆川听着电话那头的嘈杂声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放在窗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车流。王锤的爷爷王致和是9州总商盟最高裁决长，刘能家里跟银行系统盘根错节，梁飞家里把控着铁路运输的命脉，陈宇家里在卫健系统深耕多年。这4个人的资源正好对应赵家被卡的4条线。陆川拿起手机，又拨了一个号码，响了2声，那头接了，声音低沉：小川。周叔。陆川的声音平静：我这边出了点事，可能需要您帮个忙。那头沉默了一下：什么事？陆川把江城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那头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你那份绝密锁，我顺手往上提了一个档次，现在除了最顶上的那几个人，别人谁也查不到你了。陆川愣了一下：谢谢周叔。不用谢。那头顿了顿：以后在外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直接打给我。陆川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渐渐亮起来的城市天际线。这张网正在被他一点一点撕开。陈子昂回家，姥姥的零花钱。陈子昂站在陆川公寓的客厅里，手里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是他妈的号码。他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2声就接了，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：子昂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？
妈，陈子昂张了张嘴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陆川和韩冬，深吸一口气，我这边出了点事。那头沉默了一下，什么事？慢慢说。陈子昂把宿舍被封，罗素和熊岭被带走，陆川公司被查的事说了一遍。他说的有些乱，但意思很清楚，他们被人针对了，对方来头很大，他帮不上忙。那头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妈的语气变了，带着一种他从来没听过的沉稳。小川让你回家找我的吧？陈子昂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头轻轻笑了一声，小川这孩子什么都看明白了。你回来吧，明天我带你去见你姥爷。陈子昂懵了，我还有姥爷？那头没接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陈子昂拿着手机愣在原地，他转头看向陆川，老陆，我妈说带我去见我姥爷。陆川靠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杯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去吧，你妈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陈子昂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转身回房间收拾东西，心里乱成一团。他从小就知道他妈家里条件不错，但从来没提过娘家的事。他问过几次，他妈都岔开话题。后来他就不问了，以为他妈是普通家庭出身。但现在看来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子昂开车回了家。他到家的时候，他妈已经等在门口了，穿着一件素色旗袍，头发盘得整整齐齐，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很多。妈！陈子昂下车喊了一声。他妈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往屋里走。进来吧。陈子昂跟着进去，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老头，头发花白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一双眼睛像鹰一样盯着他。这是你姥爷？他妈说。陈子昂愣了一下，然后喊了一声姥爷。老头没应声，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然后哼了一声，长得倒是像你妈年轻时候，就是瘦了点，跟个瘦竹竿似的。陈子昂尴尬地笑了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妈在旁边坐下，语气很淡，爸，我带子昂回来认认门，你要是觉得碍眼，我们马上就走。老头瞪了他一眼，你这是什么话？30多年不回来，一回来就要走。他妈没接话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陈子昂站在中间，感觉空气都要凝固了。他偷偷看了一眼他妈，又看了一眼他姥爷，两个人都在较劲，谁也不肯先低头。这时候，一个老太太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盘水果。她看到陈子昂，眼睛一亮，这就是我大外孙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姥姥好。陈子昂赶紧喊了一声。老太太把水果放在桌上，拉着陈子昂的手上下打量，你看看你，瘦得跟个竹竿似的。你妈是怎么当妈的，连顿饱饭都供不起我大外孙吗？陈子昂赶紧说，姥姥，我吃的挺好的，我爸每个月都给我打生活费呢。老太太不听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卡，塞进他手里，拿着，这是姥姥给你的零花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，零花钱花完了再来找姥姥要。陈子昂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卡，黑色的，上面印着金色的字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赶紧推回去，姥姥，这我不能要，我初次见您，怎么能拿您的钱？老太太瞪了他一眼，还跟姥姥装？你那贪财的表情跟你爹一模一样。陈子昂脸一红，没再推辞，把卡收了起来，谢谢姥姥。老太太这才满意的笑了，这才是我乖外孙嘛。陈子昂把卡揣进兜里，心里还在琢磨这卡里有多少钱。他偷偷看了一眼他妈，发现他妈正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一种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这时候他姥爷开口了，行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吧，你大哥马上也到了。陈子昂一愣，大哥？他妈在旁边说，你大舅。陈子昂还没来得及问，门铃响了。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，穿着一身深色西装，气质沉稳。他看到陈子昂，笑了笑，这就是子昂吧？都长这么大了。大舅好。陈子昂赶紧打招呼。中年男人点点头，转头看向他妈，
小妹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咋胖成这样了？是不是过劳胖了？他妈瞪了他一眼，王治郅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把嘴闭上。老娘这叫丰满，你眼睛瞎了吗？陈子昂站在旁边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以前觉得自己家庭普通的，但现在看来好像没那么简单。吃饭的时候，陈子昂偷偷掏出那张卡，用手机查了一下余额，然后他愣住了，1亿8千万，他差点把手机掉进汤碗里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姥姥，老太太正笑眯眯地给他夹菜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陈子昂咽了口唾沫，把手机收起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。但他的脑子已经炸了，1亿8千万，他姥姥随手给的零花钱，比他爸妈奋斗半辈子挣的都多。他忍不住开口：“姥姥，您娘家到底是做什么大生意的？”老太太笑了笑：“也没什么大生意，就我爸在我小时候给了点茶叶渠道的干股。要不是因为这次老头子让我别碰生意，你零花钱姥姥能再多给你10倍。”陈子昂转头看了一眼他姥爷，老头正低头吃饭，像是没听见。他大舅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你姥爷当年在闽省，那可是跺跺脚就能让茶山抖3抖的人物。”陈子昂愣住了。闽省、茶山、钱家，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然后他转头看向他妈，他妈正低头喝汤，像是这一切都跟他无关。陈子昂深吸一口气，把所有的震惊都压下去。他想起陆川说过的话：“你的背景可一点都不简单啊。”原来如此。吃完饭，陈子昂跟着他妈往外走，他大舅追出来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：“子昂，以后不管玉梅遇到什么事，都记得给大舅打电话。”陈子昂接过名片，低头看了一眼，鄂省商盟会长王治郅。他愣住了，鄂省商盟会长压姚昭思头上的大佬，竟然是他亲大舅。他抬头看向他大舅，中年男人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行了，回去吧，有事打电话。”陈子昂点点头，跟着他妈上了车。车子开出王家大院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姥姥还站在门口朝他挥手。他转过头看着前方，心里翻江倒海。稳了，这下彻底稳了。王锤的投名状，川通投资。京城某私人会所包厢，王锤坐在沙发上，翘着2郎腿，手里夹着一根雪茄。对面坐着刘能、梁飞、陈宇，4个人面前摆着几瓶洋酒，桌上散落着几张纸。赵哥，这合同我们看了。王锤把雪茄按灭，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赵一帆，利润点没问题，份额也均匀，但有个致命核心漏洞。赵一帆坐在对面，手里端着一杯茶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什么漏洞？这里面没带陆哥碗。王锤说：“我哥几个哪怕1分不赚，也绝对不能把陆哥落下。”赵一帆放下茶杯，老陆那份赵家早就单独切出来了，这几份补充协议全都是给陆川留着的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王锤看都没看那几份补充协议：“我不看，我看不懂，没陆哥的名，这字我们绝对不签。”赵一帆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。他看得出来，王锤不是在找茬，是真的在坚持。这帮京城2代平时看着吊儿郎当，但到了真金白银的时候，反而比谁都谨慎。他们不是信不过赵家，是在用这种方式向陆川递投名状。赵一帆想了想，开口：“既然合同有瑕疵，不如换个思路。咱们哥几个干脆重新成立一个新公司。这次赵家那4条被卡住的线，不管是铁路、医院还是粮油，全走这个新公司的账。”王锤眼睛一亮：“怎么分？”赵一帆说：“我们几个家里出资源、出人脉、出资，但新公司我们只要3成干股。其次，公司正经股份，每个人只要1个点，占个名就行。剩下绝对控股权和利润大头全归陆川。”王锤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赵哥，你这方案好是好，但现在重新成立一家总公司，从合名、注资到工商注册，再快也得10天半月吧。老陆那边等不起了。”
赵一帆说：“手续的事你甭操心。”王锤站起来，走到包厢角落，拉开一个包，从里面掏出一个文件袋，扔在桌上。昨天晚上交的，今儿早上就给批下来了，现在就在我车后备箱里躺着呢。赵一帆拿起文件袋，拆开看了一眼，里面是崭新的营业执照和公章。他抬头看向王锤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意外。王锤笑了笑：“我们怕陆哥对公司名字不满意，昨晚哥几个绞尽脑汁，特意想了10几个备选名字。您给长长眼。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，上面密密麻麻列了一排名字。赵一帆低头看了一眼，嘴角抽了一下。第一个，京城有一群厉害无敌帅气的帅哥们，相信在陆哥的带领下会创造无敌商业神奇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。第二个，京爷都有钱咨询有限公司。第三个，京爷就是牛福商务策划有限公司。第四个，我们有一点背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。第五个，先赚他110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赵一帆把纸放下，揉了揉太阳穴，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就没有正常一点的名字吗？王锤挠了挠头，就剩最后一个稍微正常点的了，叫京城川通投资有限公司。赵一帆想了想，川通，陆川的川。对，王锤说，陆哥是掌舵人，是老大，所以他的川字必须放最前面，这叫有排面。至于那个通字嘛，跟您这种手眼通天的大佬比，我们这几个不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人吗？您的川加上我们的普普通通，简称川通投资。赵一帆沉默了2秒，然后掏出手机，我打个电话给老陆问一下。他拨通陆川的号码，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陆川的声音，带着一丝无奈：“行吧，就这个川通投资有限公司吧，剩下的你们看着办。”赵一帆挂了电话，看向王锤，老陆同意了。王锤一拍桌子：“好嘞，那咱这就把合同签了。”他拿起笔，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递给刘能、梁飞、陈宇3个人依次签完，把合同推回赵一帆面前。赵一帆收好合同，站起来：“那我先回江城了，老陆那边还等着。”王锤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赵哥，替我跟陆哥带句话，以后在49城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兄弟们随叫随到。”赵一帆点点头，转身走出包厢。他走到电梯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包厢门，里面传来王锤他们的笑声。他掏出手机，给陆川发了条消息：“合同签了，川通投资你的。”消息发出去，他走进电梯，看着楼层数字一点点下降。京城这几条线落下去，姚昭思和赵家项目的人是缩手还是硬压？他掏出手机，又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老陆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”过了几秒，陆川回了一条：“再等。”等什么？等姚昭思自己把火越烧越大。张爱华的约，秦淮现身。京城某私房菜馆，陆川坐在包间里，面前摆着一壶茶，茶汤清亮，冒着热气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还有10分钟到12点。门被推开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，穿着一件深灰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看到陆川，微微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就是陆川。”陆川站起来：“张叔。”张爱华摆摆手：“坐吧。”他走到对面坐下，打量了陆川几眼：“你小子胆子不小，敢用王锤的名义约我出来。”陆川给他倒了杯茶：“不用王锤的名义，您不会出来。”张爱华端起茶杯，没喝，看着他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出来？”陆川说：“因为你也想知道江城那盘棋到底是谁在下。”张爱华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放下茶杯：“小川，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，这事儿不是我能插手的了，我权限不够。”陆川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想问您，那个人是谁？”张爱华看着他，目光复杂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开口：“我不能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人你惹不起。”陆川没接话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张爱华继续说：“小川，听我一句劝，
有些事不是你这个年纪该碰的。你手里的东西交出去未必是坏事。陆川放下茶杯，张叔，我手里没有什么东西。张爱华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陆川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事的，是有人让我来看看你。陆川问，谁？张爱华没回答。他转身走到门口，拉开门，然后侧身让开。一个老人走进来，穿着一件黑色唐装，头发全白，但腰板挺得笔直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那双眼睛像是能看透人心。陆川站起来，看着那个老人，他认出来了，这张脸他在新闻里见过无数次。秦淮，九州总商盟的实权人物，比姚昭思高出数个层次的真正巨擘。秦淮走到桌边坐下，看着陆川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陆川点头，知道，在电视上见过您。秦淮笑了笑，你这小子说话还挺直白。他端起茶壶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知道看新闻，比现在很多只知道打游戏的大学生强多了。陆川没接话，等他继续说。秦淮喝了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爱华比较忙，没时间来赴你的约，所以他就拜托了我，让我过来帮帮你。陆川说，我一个学生，哪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秦淮摆摆手，什么劳烦不劳烦的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在闲聊，江城大学那边的伙食怎么样？吃的还习惯吗？陆川说，江大食堂挺好的，特别是热干面，很地道。秦淮点点头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玩什么？我那小孙子成天抱着手机，我这老骨头都看不懂了。陆川说，我们平时也就是在宿舍里打打游戏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。秦淮笑了笑，又聊了几句家常，然后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意味深长，所以陆川，孤立无援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陆川看着他，目光平静，秦老，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您了。秦淮放下茶杯，脸上的笑容淡了，你没有得罪我，相反，我还很欣赏你。年轻人走得太快，不一定是好事。有些东西放在手里，看着像是一道保命符，可实际上呢，它会把你的手烫得骨肉分离。陆川说，秦老，我听明白了，但您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秦淮看着他，目光锐利，你手里那件东西不该自己收着，交到能替你保管的人手里，未必是件坏事。陆川说，秦老，我是真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秦淮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要不是我知道一点内情，还真让你这表情和动作给骗了。陆川说，我是真不知道。秦淮站起来，看来你要跟我去单独聊聊了。他话音刚落，包间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，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，脸上带着一丝冷笑。秦淮，你准备带谁走啊？秦淮转头看到来人，脸色变了，周卫国。周卫国走进来，站在陆川身边，看着秦淮，我刚才在外面可是把你那些话听得一清二楚。老秦，你藏得好深啊。秦淮脸色阴沉，老周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周卫国说，该听见的时候就听见了，不该听见的我也没少听。秦淮深吸一口气，老周，你先听我解释。周卫国直接打断他，解释个屁！你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大佬，大晚上躲在私房菜包间里，私下逼着一个刚上大学的大学生，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？他犯了什么法？你有没有正式手续？有没有正当理由？什么都没有，就凭你一张嘴，空口白牙就想带人走。秦淮脸色难看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周卫国冷笑，你跟我扯犊子呢？欺负一个孩子，你他妈还欺负出理来了？秦淮说，这事儿跟闽省茶山上的钱老有关系。陆川手里东西太烫手了，绝不能留在一个年轻人身上。周卫国直接骂了一句，你少他妈拿钱老说事儿，你自己满嘴规矩，结果现在最不讲规矩的就是你，张嘴闭嘴让人教东西，你他妈是官迷子。秦淮也火了，
老周，说归说，你再骂我生气了。周卫国，敲你妈！老子就骂了，你生气能把老子咋的？两个人站在包间里，像两只斗鸡一样互瞪。陆川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。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，然后他开口：“秦老，您刚才说钱老让您照顾我。”秦淮转头看他，是。陆川说：“那您知道钱老为什么让您照顾我吗？”秦淮愣了一下：“为什么？”陆川说：“因为钱老的外孙是我室友。”包间里安静了。秦淮看着他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，又张开。你说什么？陆川说：“陈子昂，我室友。他母亲是钱老的女儿钱翠萍，他大舅是鄂省商盟会长王治郅。”秦淮站在原地，像是被定住了。他脑子里飞速转动，把所有信息重新过了一遍。钱老让他照顾陆川，他理解成了逼陆川交出旧东西。他让姚昭思动手给陆川施压，他以为陆川手里有钱老的把柄，结果陆川是钱老外孙的室友。钱老让他照顾陆川，就是字面意思的照顾。他搞错了，全搞错了。周卫国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笑了。老秦，你这脸翻得比翻书还快，刚才还要把人带走，现在知道是闲职了。秦淮深吸一口气，看向陆川，今天这事儿是我办事不严谨，脑补过度了。那个赌局我认输，融合产业园的事儿你随时可以安排人进场，初始资金算在我秦家账上，就当是我给闲职赔罪了。陆川看着他没说话。秦淮继续说，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找我，只要是不违法违纪，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你随时可以向我开口。陆川这才开口，谢谢秦叔。秦淮点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一眼周卫国，老周，你多想了，小川可是我的闲职啊，我疼还来不及呢。周卫国哼了一声，赶紧把江城那些破事儿给弄好，再让我看见你对小川用阴招，老子拼了命也得拆了你几把老骨头。秦淮没接话，推门走了。包间里安静下来。周卫国转头看向陆川，上下打量了几眼，你小子胆子是真肥，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，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给我打电话，你非要自己硬扛。陆川笑了笑，周叔，今天这事儿如果不是您在，我在那包间里就算底牌再好，恐怕也用不出来。周卫国摆摆手，别跟我来这套，走吧，跟我回家，我给你炒2个菜。陆川跟着他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包间，桌上那壶茶还冒着热气，像是刚才那场交锋从未发生过。但他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江城那盘棋彻底翻盘了。周家认亲，老爷子清醒。周家老宅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，叶子落了大半，枝干光秃秃的伸向天空。陆川跟着周卫国走进院子，一个护工迎上来，低声说：“周先生，老爷子今天状态不错，刚吃了半碗粥。”周卫国点点头，带着陆川往里走。穿过走廊，推开一扇木门，屋里暖气很足，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药味。周老爷子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他头发全白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但呼吸平稳。陆川站在床边，看着老人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前世他认识周老爷子的时候，老人已经糊涂了，认不清人。但那时候，老人每次看到他，都会从兜里掏出一把小白兔奶糖，塞进他手里，嘴里念叨着给小川留着。陆川蹲下来，轻声喊了一句：“周爷爷。”老人没有反应。周卫国站在旁边，低声说：“老爷子现在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，有时候一整天都认不出我。”陆川没接话，伸手帮老人掖了掖被角。他动作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老人的梦。这时候，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浑浊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在陆川脸上。
老人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然后嘴唇动了动，声音沙哑：“小川。”陆川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：“是我，周爷爷。”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他抬起手，颤巍巍地伸向床头柜。陆川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铁皮盒子，上面印着小白兔的图案。老人说：“糖给小川留的。”陆川鼻子一酸，伸手打开铁皮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排小白兔奶糖，糖纸已经泛黄，但保存得很好。他拿出一颗，剥开糖纸，放进嘴里，奶糖的甜味在舌尖化开，带着一股陈年的味道。老人看着他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，像是笑了。然后他又闭上眼睛，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周卫国站在旁边，看着这一幕，眼眶有些发红。他低声说：“老爷子这些日子睡得最香的一次。”陆川站起来，把铁皮盒子轻轻盖上，放回床头柜。他转身看向周卫国：“周叔，老爷子这病真的没办法了吗？”周卫国沉默了一下，该找的专家都找遍了，该想的法子也都想过了。阿尔茨海默合并多器官衰竭，这是命。陆川说：“那老外那边呢？”周卫国摇头：“西医那一套续命的尖端设备，还有那些在临床实验阶段的特效靶向药，他们对咱们是严格封锁。而且老爷子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器官机能衰退的太厉害，根本不可能轻易折腾着跨过去治病。”陆川说：“对咱们封锁，那咱就绕个弯儿。技术和器械不一定非得直着走正常医疗进口渠道，人过不去，不代表东西不能过来。只要中间找对路子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周卫国看着他：“你有办法？”陆川说：“有，我等会儿出去一趟，去找王锤。”周卫国皱眉：“找他？”陆川点头：“他女朋友是风车商盟王室的公主。”周卫国愣了一下，然后沉默了很久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小川，算了吧。我知道你有心，但国外那些卡脖子技术，不是靠你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翻资料就能弄进来的。”陆川说：“周叔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决定要办的事儿，就没有算了那个选项。别人弄不进来的东西，不代表我弄不进来。哪怕中间隔着一堵铁墙，我也要把它凿穿了。”周卫国转身看着他，目光复杂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最后他拍了拍陆川的肩膀：“好，有什么周叔能做的，尽管开口。”陆川点头：“周叔，您帮我盯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“卡特琳娜公主。”陆川说，他手里压着一批被英格商盟恶意拒收的天价高定医疗设备，正面临信誉崩盘。我本计划以帮忙接盘为筹码，换取邀请函，顺势帮骆驼商盟拿到设备。但现在他连筹码都没看，直接白送了邀请函。周卫国皱眉：“这说明什么？”陆川说：“商业谈判中，上赶着买就是送人头，主动开口必见光死。他没入套，反而借着这个邀请函反向布了个更大的局。这盘棋卡住了。”周卫国沉默了一下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陆川说：“他不是心情不好想放松吗？那就让他来龙国商盟。只要他来了，主客场逆转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主动发现，我能帮他解决烂摊子。”周卫国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欣赏：“你小子胆子是真肥。”陆川笑了笑：“周叔，您教我的。遇到事先别慌，看清楚再动手。”周卫国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他转身看向床上的老人，老人还在睡着，呼吸平稳，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陆川也看向老人，心里默默说了一句：“周爷爷，您放心，那批设备我一定给您弄回来。”卡特琳娜空降，王锤的哲学。京城国际机场，一架私人湾流缓缓滑入停机坪。王锤站在 VIP 通道口，穿着一件骚包的粉色西装，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，脸上挂着自以为深沉的微笑。陆川站在他旁边，穿着一件黑色风衣，双手插兜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“陆哥，你说我这身形头型不行？”
王锤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西装，会不会太正式了，显得我太在意了。陆川说：“你穿什么都一样。”王锤：“陆哥，你这话我怎么听着不想夸我？”陆川没接话，目光落在通道口。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走出来，穿着一件米色风衣，身材高挑，气质出众。她身后跟着2个黑衣保镖，步伐稳健。卡特琳娜，风车商盟王室的顺位继承人。王锤立刻迎上去，把花递过去：“亲爱的，欢迎来到龙国商盟。”卡特琳娜接过花，低头闻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看向王锤，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：“王，你还是那么有趣。”王锤挺了挺胸：“那是，我的文化哲学底蕴可不是吹的。”卡特琳娜笑了笑，目光越过他，落在陆川身上：“这位是……”王锤赶紧介绍：“这是我兄弟陆川，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特别厉害的朋友。”卡特琳娜打量了陆川几眼，伸出手：“你好。”陆川跟他握了一下手：“你好，欢迎来龙国商盟。”卡特琳娜点点头，没再多说。他跟着王锤往外走，陆川跟在后面，目光在他背影上停了一瞬。他看得出来，卡特琳娜虽然在笑，但眼底有一层疲惫。那批医疗设备的事确实让他焦头烂额，但他还是来了。为什么？陆川心里转着念头，脸上不动声色。他跟着2人上了车，车子驶出机场，往市区方向开去。车上，卡特琳娜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开口：“王，你说要带我吃好吃的，龙国商盟有什么特色美食？”王锤立刻来了精神：“那可多了，烤鸭、涮羊肉、炸酱面、糖葫芦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全给你安排上。”卡特琳娜笑了笑：“那我要吃烤鸭。”王锤一拍大腿：“没问题，我这就让人定位子。”陆川坐在副驾驶，听着2人聊天，没插话。他掏出手机给赵一帆发了条消息：“卡特琳娜到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”过了几秒，赵一帆回：“铁路专线已经放行，医院并购案重新启动审核，粮油渠道恢复，京城这边全敲死了。”陆川收起手机，目光落在窗外。京城的天很蓝，阳光很好，但他知道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车子停在一家烤鸭店门口，王锤带着卡特琳娜进去，陆川跟在后面。包间里，王锤点了一桌子菜，卡特琳娜看着满桌的烤鸭、薄饼、甜面酱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她拿起一张薄饼，学着王锤的样子，夹起一片烤鸭，蘸了酱，卷起来，咬了一口。然后她愣了一下，又咬了一口。“好吃。”她说。王锤得意地笑了：“那是，这可是京城最正宗的烤鸭店，我从小吃到大。”卡特琳娜又吃了几口，放下筷子，看向王锤：“王，你之前说你朋友知道一个地方能让我大杀特杀，是哪里？”王锤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陆川。陆川放下茶杯，开口：“西北有一片自然保护区，那里有合法的狩猎场，可以打野猪和鹿。”卡特琳娜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陆川点头：“真的，不过需要提前申请许可证，我可以帮你安排。”卡特琳娜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：“你叫陆川，对吧？王经常提起你，他说你是个很厉害的人。”陆川说：“他过奖了。”卡特琳娜笑了笑，没再追问。他低头继续吃烤鸭，像是真的被美食吸引了。陆川看着他，心里在盘算，卡特琳娜来龙国商盟绝对不只是为了吃烤鸭，他手里那批医疗设备是他的软肋，只要他能在合适的时机抛出解决方案，就能把他拉上自己的船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窗外阳光正好，西北狩猎，暗流涌动。西北某自然保护区，一辆黑色越野车在戈壁滩上颠簸前行，扬起漫天尘土。车里坐着4个人：陆川、王锤、卡特琳娜，还有一个当地向导。卡特琳娜坐在后座，穿着一件迷彩外套，头发扎成马尾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。
他手里握着一把猎枪，枪管在阳光下泛着冷光。王锤坐在他旁边，脸色有些发白。他从来没打过猎，更没坐过这么颠的车。他紧紧抓着扶手，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。陆哥，还有多远？他忍不住问。陆川坐在副驾驶，看着窗外，快了。前面那片林子就是狩猎区。卡特琳娜探头看向窗外，远处是一片稀疏的胡杨林，再往北是连绵的沙丘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带着一股干燥的土腥味。这里很好，他说，有一种原始的感觉。陆川没接话，他让向导把车停在林子边缘，然后带着卡特琳娜下车。向导从后备箱里拿出2把猎枪，递给他们。卡特琳娜接过枪，熟练地检查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看向陆川：“你不打？”陆川摇头：“我给你们开车。”卡特琳娜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端着枪走进林子，脚步轻快，像一只进入猎场的豹子。王锤跟在后面，手里也端着一把枪，但姿势明显生疏。他走了几步，差点被树根绊倒。卡特琳娜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：“王，你小心点。”王锤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我练过。”陆川靠在车边，看着2人的背影消失在林子里。他掏出手机，信号很弱，只有1格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收到一条消息：赵一帆，设备的事有眉目了。骆驼商盟那边车厘子已经跟王氏通过气，只要卡特琳娜这边松口，设备可以走骆驼商盟的渠道。陆川收起手机，目光落在林子里。卡特琳娜的身影在树影间若隐若现，她端着枪，姿态专注，像是真的在享受这场狩猎。但陆川知道，他心里一定在盘算那批设备的事。他来龙国商盟绝对不只是为了打猎。他靠在车边等着。过了大约1个小时，林子里传来一声枪响，然后又是一声。又过了10几分钟，卡特琳娜从林子里走出来，肩上扛着一只野鸡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王锤跟在后面，2手空空，但脸上也带着笑。陆哥，王锤喊。卡特琳娜打中了一只野鸡。陆川点点头，不错。卡特琳娜把野鸡扔进后备箱，拍了拍手，看向陆川：“这里很好，谢谢你带我来。”陆川说：“不客气，你喜欢就好。”卡特琳娜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深意：“陆川，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”王说：“你是个很厉害的人。”我本来不太信，但现在有点信了。陆川说：“他过奖了。”卡特琳娜笑了笑，没再追问。他转身上车，坐在后座，闭目养神。陆川跟着上车，坐在副驾驶。车子发动，驶出戈壁滩，往最近的城镇开去。路上，卡特琳娜突然开口：“陆川，你认识骆驼商盟的人？”陆川心里一动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：“认识一个朋友。”卡特琳娜说：“我听说骆驼商盟最近在找一批医疗设备。”陆川说：“是吗？我不太清楚。”卡特琳娜没再说话，但陆川从后视镜里看到，她嘴角微微勾了一下，像是在笑。他心里明白，卡特琳娜已经闻到味了。他来龙国商盟就是为了找一条出路，而那批设备就是他的敲门砖。现在他只需要等他主动开口。车子在暮色中驶入城镇，路灯亮起来，把戈壁滩染成一片昏黄。陆川看着窗外，心里默默盘算着下一步棋。设备交易一弹3鸟。3天后，京城某私人会所，陆川坐在包间里，面前摆着一壶茶，对面坐着卡特琳娜，她换了一身便装，但气质依然出众。王锤坐在旁边，难得安静。卡特琳娜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放下。陆川，我直说了，我手里有一批医疗设备，被英格商盟恶意拒收。这批设备价值很高，但现在压在我手里，成了烫手山芋。陆川点点头，没接话。卡特琳娜继续说：“我听说骆驼商盟最近在找医疗设备，如果你能帮我牵线，我可以给你一笔可观的佣金。”陆川放下茶杯：“卡特琳娜公主，我不需要佣金。
卡特琳娜挑眉：“那你需要什么？”陆川说：“我需要那批设备运到龙国商盟。”卡特琳娜沉默了一下：“你知道那批设备是欧罗巴的尖端医疗设备，对龙国商盟是严格封锁的。如果被查出来，我会面临外交抗议。”陆川说：“不会查出来，设备会先运到骆驼商盟，然后从那里转手。骆驼商盟有一家医院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收这批设备。”卡特琳娜看着他，目光锐利：“你早就计划好了。”陆川说：“我只是给公主殿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。”卡特琳娜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笑了：“陆川，你果然不是普通人。”陆川说：“公主殿下过奖了。”卡特琳娜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成交。设备的事，我会安排人对接。”陆川跟他握了一下手：“谢谢公主殿下。”卡特琳娜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陆川，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”他推门走了。王锤跟着站起来，想追出去，又回头看向陆川：“陆哥，这就谈完了？”陆川点头：“谈完了。”王锤挠了挠头：“那我送他回去。”陆川说：“去吧。”王锤赶紧追出去。包间里安静下来。陆川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他掏出手机，给赵一帆发了条消息：“设备的事谈妥了，骆驼商盟那边你对接一下。”过了几秒，赵一帆回：“收到。”骆驼商盟医院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设备一到，直接进地下库房。陆川收起手机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，京城的夜景灯火通明。他想起周老爷子床头那个铁皮盒子，里面装着泛黄的小白兔奶糖。老人说给小川留的。他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那批设备很快就会运到龙国商盟。周老爷子的病或许还有救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骆驼商盟那边车厘子已经拿到了王氏主权财富基金的最高层参与权。未来所有新能源方向的战略项目都由他全权负责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那天在王宫里跟莫干的那场10分钟对话。陆川睁开眼，目光落在远处的天际线上。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周老爷子最后一城。周家老宅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落进了最后一片叶子。陆川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箱。他刚从港口回来，那批设备已经安全运抵，现在正由周卫国安排的人进行调试。他推开木门，屋里暖气很足。周老爷子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。床头柜上那个铁皮盒子还放在原位，里面的小白兔奶糖少了一颗。陆川走过去，把保温箱放在桌上，打开，里面是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。他盛了一碗，端到床边，轻声喊：“周爷爷，喝点粥吧。”老人没有反应。陆川坐在床边，用勺子舀起一勺粥，轻轻吹了吹，送到老人嘴边。老人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微微张开。陆川把粥喂进去，老人慢慢咽下。他又喂了一勺，老人又咽下。就这样，一勺一勺，喂了半碗。老人睁开眼睛，浑浊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最后落在陆川脸上。“小川。”老人声音沙哑。陆川点头：“是我，周爷爷。”老人看着他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：“你来了。”陆川说：“我来了，给您带了粥。”老人说：“好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：“糖吃了吗？”陆川说：“吃了，很甜。”老人点点头，又闭上眼睛。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，像是睡着了。陆川把碗放下，坐在床边，看着老人。他想起前世，老人也是这样躺在床上，但那时候他身边没有人。老人走的时候是一个人，这一世他赶上了。他坐在床边，没有走。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。周卫国推门进来，看到陆川坐在床边，愣了一下：“小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陆川说：“刚回来，设备已经运到了。”周卫国点点头，走到床边，看了一眼老人：“老爷子今天怎么样？”
陆川说：“喝了半碗粥，还认出了我。”周卫国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拍了拍陆川的肩膀：“辛苦了。”陆川说：“不辛苦。”周卫国走到窗边，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：“小川，老爷子这病你知道的。设备虽然到了，但能不能起作用还是两说。”陆川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总要试试。”周卫国没再说话，两个人站在屋里，安静地看着床上的老人。夜色渐深，陆川没有走，他坐在床边，守着老人，像是守着一段即将逝去的时光。凌晨3点，老人突然睁开眼睛，他目光清明，看着陆川，声音清晰：“小川，你过来。”陆川走过去，蹲在床边：“周爷爷，我在。”老人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”陆川鼻子一酸：“不辛苦。”老人说：“我走了以后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难处找卫国。”陆川点头：“好。”老人笑了笑，又闭上眼睛。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，最后彻底停了。陆川跪在床边，握住老人枯瘦的手，那只手冰凉，但很轻，像是放下了所有的重担。周卫国站在门口，没有进来，他背对着屋里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天亮了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落在老人脸上，像是镀了一层金边。陆川站起来，把老人身上的被子掖好。他转身，看到床头柜上那个铁皮盒子，里面还剩最后一颗小白兔奶糖。他拿起那颗糖，剥开糖纸，放进嘴里，奶糖的甜味在舌尖化开，带着一股陈年的味道。他闭上眼，轻声说：“周爷爷一路走好。”姚昭思的末路，鄂省商盟总部大楼。姚昭思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文件合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最近的事越来越不对劲。赵家那几条线原本卡得死死的，但突然之间铁路放行了，医院并购案重新启动审核，粮油渠道也恢复了。他打电话去问，对方支支吾吾，说是上面的意思。上面的意思？姚昭思冷笑一声，他当然知道上面是谁。秦淮，那个老狐狸突然收手了。他拿起手机想给秦淮打电话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又放下。秦淮不是他能质问的人，他只能等。门被敲响，秘书走进来，脸色有些紧张：“姚会长，外面有人找您。”姚昭思皱眉：“谁？”秘书说：“他说他姓周。”姚昭思心里一紧。周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车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正抬头看向他。周卫国。姚昭思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对秘书说：“让他上来。”几分钟后，周卫国走进办公室，身后跟着2个穿黑西装的男人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那双眼睛让姚昭思后背发凉。“姚会长，好久不见。”周卫国开口，声音平淡。姚昭思挤出笑容：“周先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周卫国走到沙发边坐下，翘起2郎腿：“没什么风，就是来跟你说一声，江城那边的事到此为止。”姚昭思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：“周先生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周卫国看着他：“你明白？你让人封了陆川的宿舍，查了他的公司，还卡了赵家的项目，这些事我都知道。”姚昭思沉默了一下：“周先生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”周卫国说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是来通知你收手。”姚昭思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周卫国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姚会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”他说完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对了，你那个位置，秦淮已经打了招呼，明年换届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”姚昭思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他看着周卫国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然后慢慢跌坐在椅子上。完了，全完了。
他掏出手机，翻到秦淮的号码，拨过去，响了2声，被挂断。他又拨，又被挂断。第3次，电话直接关机。姚昭思把手机摔在桌上，双手捂住脸。他知道自己成了一枚弃子。窗外天色阴沉，像是要下雨。陆川的布局，江城，陆川的公寓。陆川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笔，在文件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赵一帆坐在对面，手里端着一杯茶。老陆，骆驼商盟那边的事已经安排好了。车厘子拿到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最高层参与权，未来所有新能源方向的战略项目都由他全权负责。陆川点头，好。赵一帆继续说，卡特琳娜那批设备已经运到骆驼商盟医院，核心部件正在玻璃，准备装船运回国内。陆川说，周叔那边已经安排好人接应了。赵一帆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下。老陆，你这一盘棋下得真大。陆川笑了笑，不大，就是刚好把该走的路走了一遍。赵一帆说，姚昭思那边已经收手了。秦淮打了招呼，明年换届，他不会再有机会。陆川点头，好。赵一帆放下茶杯，老陆，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？陆川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车流，先把公司的事理顺，然后准备期末考试。赵一帆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你还有心思考试？陆川说，我是学生，学生就该考试。赵一帆没再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老陆，谢谢你。陆川说，谢什么？赵一帆说，谢谢你把赵家从坑里拉出来。陆川说，都是兄弟。赵一帆点点头，推门走了。陆川站在窗前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到通讯录，看着那个备注为周叔的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拨出去。周老爷子刚走，周卫国需要时间。他把手机收起来，转身走回书桌前，坐下，翻开课本。窗外阳光正好。期末考试，平静下的暗流。江城大学期末考试周。陆川坐在考场里，面前摊着一份试卷。他扫了一眼题目，然后低头开始答题。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像是某种规律的节拍。考完最后一科，他走出考场，阳光刺眼。他眯了眯眼，看到韩东和陈子昂站在走廊里，正朝他挥手。老陆，韩东喊，考得怎么样？陆川说，还行。陈子昂凑过来，我听说今年高数特别难，你答完了？陆川说，答完了。韩东竖起大拇指，牛。3个人往外走，穿过校园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陆川看着熟悉的校园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。这学期发生了太多事，宿舍被封，公司被查，商会被审，赵家被卡，但最终所有事都解决了。他掏出手机，看到一条消息，赵一帆发来的，骆驼商盟那边第一批安保装备订单已经签了，外汇充足，价急单。陆川收起手机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韩东在旁边问，老陆，寒假有什么打算？陆川说，去趟京城。陈子昂问，去京城干嘛？陆川说，有点事。韩东和陈子昂对视一眼，都没再追问。他们知道陆川的事从来都不是小事。3个人走出校门，阳光正好。陆川回头看了一眼江城大学的校门，然后转身大步往前走。京城，新的起点。京城川通投资有限公司。陆川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流。办公室是新装修的，空气中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油漆味，但家具已经摆好，文件已经上架，一切都井井有条。王锤坐在沙发上，翘着2郎腿。陆哥，这办公室怎么样？我亲自盯的装修。陆川说，不错。刘能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，陆哥，第一批项目已经对接完了，铁路专线、医院并购、粮油渠道
全部恢复正常。陆川点头，好。梁飞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陆哥，骆驼商盟那边第二批安保装备订单已经确认了，金额比第一批还大。陆川接过文件，看了一眼，然后放下。好。陈宇凑过来，陆哥，咱们下一步干什么？陆川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的天际线，等什么？等风来。办公室里安静下来，几个人对视一眼，都没再说话。他们知道陆川说的风不是普通的风。窗外京城的天空很蓝，阳光很好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片平静之下，暗流从未停止涌动。陆川站在窗前，目光落在远方。他想起周老爷子床头那个铁皮盒子，想起骆驼商盟王宫里的那场对话，想起卡特琳娜离开时的那个笑容。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风起时，深夜，京城川通投资办公室，陆川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合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门被推开，赵一帆走进来，手里端着2杯咖啡。他把一杯放在陆川面前，然后坐在对面。老陆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？陆川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有点事没想清楚。赵一帆问，什么事？陆川说，骆驼商盟那边车厘子虽然拿到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最高层参与权，但他根基不稳，王室内部有人不服。赵一帆皱眉，你是说有人想动他？陆川点头，车厘子是我推上去的，如果他出事，骆驼商盟那边我们的布局就会崩盘。赵一帆沉默了一下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陆川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的天际线，我打算再去一趟骆驼商盟。赵一帆愣了一下，什么时候？陆川说，下周。赵一帆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他知道陆川决定的事，没人能拦得住。窗外夜色深沉，远处的灯火像是散落的星辰，在黑暗中闪烁。陆川站在窗前，目光落在远方。他想起周老爷子床头那个铁皮盒子，想起骆驼商盟王宫里的那场对话，想起卡特琳娜离开时的那个笑容。这盘棋还远没有结束。他转身看向赵一帆，一帆，你准备一下，下周跟我一起去骆驼商盟。赵一帆点头，好。陆川走回办公桌前，坐下，翻开那份文件。窗外风起了。